有钱人过得到底有多爽？这老板看上了一个美女，为了得到她，老板直接在她婚礼当天过人杀掉了她的男朋友，顺道还劈死了美女的老爸，用火车撞死了美女的老妈，然后把她上班的公司也捎带着整倒闭了。这会儿的美女全家暴毙，濒临崩溃，老板趁机送上了温暖的怀抱，两人就结婚了。可结婚后，老板还是不守难得，又勾搭店里新来的女员工。没多久，女员工就不知道为啥大出血死在了自己家里。按这个量，估计凶手身上也沾了不少血。最离谱的是，除了死者外，在这个家竟然检测到了3份不同的指纹，而且现场还没有凶器。不愧是米花罪恶都市，歌坛市都得号称小米花。警方当即就找到了最大嫌疑人老板。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就是老板和员工啊。犟嘴，我想听点更劲爆的。私底下我会给他一点小钱，让他半夜的时候陪我玩玩抽乌龟的游戏。咱讲话了，你再多说2句，柯南这片就要被踢出小学馆了。这会儿老板直接自曝，让警方去查一下案发现场的上衣和凶器，并还给警方推荐了一个凶手，就是死者的男朋友。但现在问题是，凶手压根就没用凶器啊。为了自证清白，老板说发生凶案那会儿自己正在家里跟老婆玩抽乌龟呢。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问。警人一查，他老婆直接惊了，这女人身为米花市民，竟然没有前科。この名探偵毛利小五郎が証言の矛盾をついて一気に事件を解決してみせる。到老板家后，柯南一眼就发现妻子小美双目无神，好像经常被打一样，而且话里话外一直都在说丈夫的好话。在我全家暴毙没有工作的时候，是丈夫像一束光拯救了我，这太不对劲了。米花市有个锤子的好人。突然，柯南发现小美一直在瞟旁边的摆件，柯南定眼一瞧，摆件上竟然藏着一个窃听器，瞬间柯南脑袋轰的炸开。ねえ、旦那さんのことは好きなの？もちろん好きよ。間違いない。この人は嘘をついてる。柯南掏出手机，直接告诉2位预备警犬，因为被窃听，所以小美没法说真话，需要改一种其他的交流方式。2人直接秒懂，只有大叔跟个250一样，还在用言语拷打小美。高木深知警犬心切，暗示小美下面的问题就通过眨眼来回答，方法很有效。很快警人就确定了那晚老板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并且小美还出于某种原因必须留在老板家当妻子。警察、あなたの安全は保証します。協力してもらえないでしょうか？咱讲话了，你们还保护别人？米花市的人一直死不完，全是因为生育率比较高吧？而且既然能说悄悄话，那刚才挤眉弄眼是在干啥？这会儿小美的表情突然变态，下一秒便到了厨房开始切菜，而且切的这些菜都是长条形状。柯南脑袋再次炸开，他懂了。与此同时，老板也回到了家，把几人赶了出去。在车上，柯南一针麻醉放倒了大叔。哥几个，业绩来了哈！现在火速给老子回死者的公寓。了解です。相信各位一定很好奇，柯南现在藏在哪里？他根本就没藏，我真服了。很明显，杀害小美男友和他家人的就是那个老板。同样，这个女员工也是老板下的杀手。咱们之所以没在现场找到凶器、上衣，应该是因为小美在我们到之前就把这些伪证带走了。她为的就是让老板落网。这会儿，小美也被老板抓了起来。原来她之所以当时没报警，是因为小美的母亲还没死透，现在还在老板的手里。刚才老板不光在家放了窃听器，还在小熊眼里藏了摄像头，所以刚才跟警察演的那出烂戏全被老板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老板要做的就是把家里这个反骨仔悄无声息的杀掉。与此同时，高木也懂了，现场的那3个指纹分别就是老板、小美和另外一个要嫁祸的冤种。这会儿柯南也表示，在老板回来前，小美曾以极快的刀工把萝卜切成了一个圆珠笔。没错，这正暗示了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圆珠笔啊。果然，众人赶到后发现这支圆珠笔里藏着一份干洗收据。高木闻着味儿便找到了沾血的上衣，不愧是米花干洗店，毁尸灭迹啥活都敢接啊。有了上衣，老板就跑不了了。但这会儿警人却接到消息称小美不见了。与此同时，老板也说出了作案动机：我给他钱让他陪我玩抽乌龟，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只陪我玩抽乌龟。我从来没在米花见过这样的好女人，我一定要杀掉她！你也一样。就在此时，高木开着小破车冲到了码头。原来柯南当时走之前将侦探徽章给了小美，靠着这个定位，警人便找了过来。78KG 救下了小美，高木一个恶狗扑食放倒了2个手下，而柯南则是一脚皮球直接打得老板眼镜片子碎一地。我的名字叫……もしもし、なんか今日の夕飯は豚汁にしてくれ。何？もう買い物済ませた？なのいい。